埃及的秦始皇，就是他统一了上下埃及，真的很像方向盘。装上就能开车了。我们广东人穿拖鞋啊，这是在5100多年前法老就已经承认的时尚单品了。现在梵克雅宝又出现了，GUCCI的红绿配色加上 LV 的棋盘格，而且你还能看到它上面羽毛的那个细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时隔1年，我又回到了埃及博物馆这里了。但是这一次，我并不是来看价值10亿美金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，这一次我是来看一件来自于外太空的藏品。这一件东西呢，我觉得是整个博物馆里面最牛逼的一个东西了。待会给大家揭晓这是什么东西啊！好，现在大家先跟我的脚步一起进去吧。你看这个埃及博物馆的票，天哪，上面竟然印着我最喜欢的雕塑。这是拉美西斯2世。拉美西斯2世小歪辫儿，对，小歪辫儿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我们再次感受一下拉美西斯2世的存在感有多强啊！一进来以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又是他。对，到处都是他。How old are you？ 怎么老是你？我进来以后，最让我震惊的一点是，它这些文物竟然都没有保护起来，这可是几千年前的东西，就这样让大家摸，你看。它这脚都包浆了。这里文物保护是很随意的。上一年我来的时候就任何保护都没有，就一直这么放着。对，就一直这么放着。很多人坐在上面或者摸那些东西。那我能摸？算了，我还是不摸。龙哥，我看见3星堆的方向盘了。哪一个？你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我去，还真是哎。是吧？真的很像方向盘。装上就能开车了。不过这是什么东西？它是个花瓶，以前用于插花用的。这是5000年前的东西。对，花瓶或者是篮子，他们也没搞清楚是啥。哇塞！带你来看博物馆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这个纳尔迈调色板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它这个是埃及的秦始皇，就是他统一了上下埃及，所以整个调色板它所呈现出来的意义，就是在5100多年前，埃及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。这个就是纳尔迈，这是古埃及第1任法老纳尔迈了，所以它叫纳尔迈调色板。那在它的背后是他的仆人。帮他拎着那个拖鞋，说大家不要看不起我们广东人穿拖鞋啊！这是在5100多年前法老就已经承认的时尚单品了。然后纳尔迈击杀敌人的这个动作就是手举棒槌，在很多神庙都看到有啊，比如说卢克索神庙、卡纳克神庙，还有我们之前去的阿布辛贝神庙，就是这个动作最初就来自于这里。背面可以看到是2个很长脖子的动物围成一个圆圈，那里就是装颜料的地方，只是给那个壁画上色的一个调色板。你看上面还记录了纳尔迈王的一些战绩吧，把那个俘虏堆在旁边，把人头给割下来砍在双腿之间，用来统计人数的，应该是。这是庆祝大游行吧。我们还买了一个纳尔迈调色盘的同款吊坠，是不是很酷呢？哇，这个博物馆就像一个大仓库一样，密密麻麻的藏品，也太多了吧？对，走吧，我们去看那个奔奔石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金字塔顶端的那个奔奔石了。就不管是奔奔石，还是金字塔，还是方尖碑，就是法老想通过这些东西从人间走到神界，走向复活永生的。你看这里有一个翅膀，保护了这2个眼镜蛇。这2个眼镜蛇就是代表了皇家的徽章。这个是眼睛，然后这个东西是 Nefer 是很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？Nefertari。对 ，Nefertari 就是美丽的意思。哦。然后 Nefertari 就是那个纳菲尔塔利。纳菲尔塔利她的名字就是美丽的人，所以纳菲尔塔利就是拉美西斯美丽的妻子。然后这个 Nefer 有3个代表复数，就是很多的美丽，无比的美丽。这个是太阳神，所以它整个内容说的就是看见无比美丽的太阳神。但是 Nefertari 确实很美丽，对不对？我们在那个阿布辛贝神庙就看到了，她那个画像特别的时尚，穿那个什么亚麻布啊什么之类的。这背后也有个小小的奔奔石。它奔奔石的名字是觉得很可爱，对呀，其实也是一块石头，但我觉得它打造真的花费很多的心机。你看这里的那个圣书体，雕刻的特别的细，很漂亮。而且通过他们这个圣书体，我发现安卡有好多变形哎，你看它有2边是2个小三角。哇，发现了我们最喜欢的美杜姆的儿，这6只儿，6只鹅。还是你来吧。那美杜姆的鹅这个壁画呢，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只有6只鹅，小小的一张在这里，但实际上这个壁画真实的尺寸它是超级巨大的。对，我之前在那个沙皮带我去接近金字塔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那面墙超级大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它保留到现在就只剩下这6只鹅，还是很完好的了。而且你还能看到它上面羽毛的那个细节，它甚至这个鹅还有牙。
这个是我没想到的，好细节、啊，画的太好了。对啊，对吧？壁画上面这个部分就是这些仆人，他们正在你看抓着这些家禽，然后那边又拉着船正在干活的一个田园生活的样子。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些人在农耕细作，你看还有牛呢。所以它展现的就是尼罗河边这些古埃及人在农耕细作。对，正在给王子干活呢。哦，给王子弄吃的找喝的。对，这种场景。你发现没有？它这个鹅画的特别中国风哎。我发现了，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。对。而3呢，在古埃及里，它是表现是一个复数的形式，它并不是真的是3啊。所以这6只鹅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有无数数不清的鹅，就说明这个王子他有吃不完的鹅。展现他的荣华富贵，对，所有人都帮他干活，没错，展现了他富裕的生活，王权至上这种感觉。古埃及的这种大河文化，只在这一幅小小的壁画上就体现了淋漓尽致，所以这幅画就给人一种很感动的感觉。这就为什么咱们俩这么喜欢它。我们买了很多这个美杜姆的鹅的作品，对，包括紫砂草画，包括那个瓷片画，虽然那个瓷片画很大很重，但是我们还是想把它搬回去。确实是。这个就是我们买的美杜姆的紫砂草画。现在我能感受到这画画的有多好了。它真的把它模仿得很漂亮哎。对，这个羽毛的纹路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姿态神还原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个美杜姆的鹅那个紫砂草画我们已经上架橱窗了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记得去下单哦。这里就是200埃及镑的原型啊，书里之前给大家介绍过，我们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。那他怎么还画着眼影呢？什么？怎么还画着眼影呢？这么洋气。那是什么呀？美妆博主。那是什么呀？是长锈了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是原本就有吧，可能。不会吧？可能是修复材料。你看他背的包是不是 Gucci 跟 LV？ 哇，还真是哎。对吧？这个雕像是4000多年前。4000多年前就有 Gucci 和 LV 啦。所以他们那个品牌设计是来自于这里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，连那个配色都一样 ，Gucci 的红绿配色加上 LV 的棋盘格。我天哪，这太吓人了，这不就真人吗？这个就神牛了，神牛一个雕像。我们刚才草率了，龙哥。为什么呀？刚才是 LV， 现在梵克雅宝又出现了。哎，你看四叶草。哎，还真是哎。哇，这古埃及人也太领先了吧？不是，只能说后面的人太会借鉴了，把这些东西全都拿来用了。你看他那头发，一直到地上。我看到了我最喜欢的那个拉尔的雕像。哎，小心！你看，这是拉尔小时候还梳个小歪辫，然后再吃手手，然后后面是赫鲁斯保护着他。我觉得这好温馨啊，这个雕塑，而且很可爱，就把他那个同志的那个样子给描绘出来了。我终于见到真的了，好像你哦。像我？看多了就觉得好像你。不会吧？我没有他可爱，我没有他可爱。挺可爱。我们甚至想把这个雕像买回去，找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不是这么大的，不是这么大的，小的。看到这个雕像的那一刻，内心翻涌起一阵感动，不仅因为他真的很像龙哥，更是因为拉美西斯2世拖着下巴思考自己长大如何做这帝国的王，歪歪的小帽子和圆乎乎的手脚生动可爱，就好像几千年前的人物真实的与我面对面一样。守护神赫鲁斯仿佛真的出现在此刻，与你我共存，不仅守护着伟大的古埃及帝国，也守护着最伟大法老的童真不被摧毁。这样看来，没有宇宙大腿和宽过胸膛的拉美西斯2世其实更让人动容。